塞尔维亚也要爆发战争了。就在5月2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当天晚上下令，立下军队警察进入到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而防备的对象正是处于风口浪尖的科索沃。那么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塞尔维亚真的有能力收复科索沃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科索沃北部塞族居民在5月10号在当地主要道路设置路障，抗议一名科索沃前塞族警察被逮捕后，随即引发了冲突。之后呢，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在26号，科索沃警察和科索沃当局任命的塞族聚居区区长强行进入到塞族聚居区行政大楼。为此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命令全国进入到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指出这是为了维护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该国国防部长武切维奇也表示，根据武契奇的命令，塞尔维亚立下的所有武装部队已经在26号当晚做好动用武力的准备。不过让大兵疑惑的是，为何突然在这个时间点爆发冲突呢？想到这里，大兵联想到另一个焦点，也就是仍在进行的俄乌战场。截止现今，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已经愈发不利。各战线呢，要不是死守防御，要不就是被乌军拖入了泥潭。再加上乌军反攻计划的接近，俄军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如果这时候能有另一个地区稍微吸引一下北约方面的注意力，俄军的压力想必就会小很多。因此，大兵猜测，塞尔维亚这次的冲突背后呢，很有可能存在俄罗斯的影子。讲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问了，塞尔维亚凭啥会帮助俄罗斯呢？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两国长久以来的关系了。首先，我们就要来追溯下历史。其实，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很早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公元10世纪的时候，塞尔维亚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过呢，后来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塞尔维亚在15世纪末的时候成为了其偌大帝国中的一方领土。直到19世纪的时候，随着沙皇俄国的崛起，这种情况才有了转机。当时的俄国为了获得一个出海口，将目光放在了黑海上面。但当时想要在黑海出海权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黑海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下。因此，为了达成目标，沙俄便选择了塞尔维亚作为扶持对象。后续在沙俄的支持之下，塞尔维亚的统治面积达到了现在的科索沃地区。因此，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沙俄算是有着再造之恩的。尽管这个恩呢，原本是出于沙俄争取霸权的野心。紧接着，在2战后，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更是依照着苏联的模式建立了南斯拉夫联盟，和苏联走得很近。虽然后来斯大林上台后，两国之间呢时有摩擦，关系有些下降，但也很快得到了缓解。等到后来，南斯拉夫因科索沃战争解体后，由于北约比较支持科索沃独立，而俄罗斯呢则是支持塞尔维亚的统一性，因此那时候的塞尔维亚比较倾向于俄罗斯。只不过这一情况呢，随着塞尔维亚主动要求加入欧盟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又有了改变。由于想要加入欧盟，塞尔维亚甚至直接对乌克兰进行了军事援助，在今年2月末，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高达3500枚的 GORD 2000型122毫米火箭弹，可以用于著名的 BM21型40管122毫米火箭炮。从外形来看呢，该型火箭弹在战术性能方面与俄军改进的冰雹季比较类似，和比较老的122毫米火箭弹有一定的区别。后来迫于俄罗斯的压力，塞尔维亚否定了援乌弹药的消息，但是根据前线乌军炮兵部队所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手里的122毫米火箭弹正是塞尔维亚制造的 GORD 2000，基本上实锤了塞尔维亚援乌弹药的消息。可能这里又有人要说了，既然这样，塞尔维亚又怎么会答应俄罗斯的请求呢？在这个时候爆发冲突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欧盟一直没有同意塞尔维亚加入的请求。这次事件呢，或许就是为了给欧盟一些压力，迫使其同意塞尔维亚的请求，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与俄罗斯的关系，一举两得，为何不干呢？不过，如果欧盟一直不同意，塞尔维亚真的有能力打赢科索沃吗？首先，如果塞尔维亚对科索沃出兵，那么就不仅仅是塞尔维亚的事情了。因为科索沃背后有着北约的支持，而且现今北约在科索沃也有驻军，虽然仅仅只有1000人左右，但性质却完全不一样。如果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开战，实际上就相当于又一次站在了北约的对立面。至于结果，大家可以参考此前的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3月23号到6月10号期间，
共有北约19个成员国中，当时13国是直接参与了战争，其余6国以提供后勤工作支援前线。战争起始共投入了各式飞机496架和15艘军舰。战争过程中，北约更是3次增兵，直到战争结束前夕，共有1153架飞机和47艘军舰部署到战区各地，其中包括3艘航母。而科索沃则是约有3600名阿尔巴尼亚人和120余名塞尔维亚人参与战争。至于南联盟方面呢，当时总兵力约11.4万人，预备军40万人，其中陆军9万人，坦克1270辆，装甲车893辆，火炮1500门。另外还有4部蛙式战术导弹发射架，约380枚萨姆2、萨姆3、萨姆6地对空导弹，800余枚肩射式萨姆7、萨姆16地对空导弹，以及各型高射炮1850门。海军则是只有7500人，各式舰艇81艘，空军与防空军1.67万人，作战飞机238架。但就算是这样，最终结果呢，却是科索沃在经过几年的自治后，在2008年通过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塞尔维亚自此失去了对科索沃的控制权，只能一直坚持拥有科索沃主权。这还是当年的南联盟存在时的兵力，现今的塞尔维亚更加不堪。根据2022年网上所公布的信息显示，塞尔维亚现役部队人数只有约 2.5 万人，预备役5万人，尚不足1999年南联盟陆军一个集团军的实力强大。准军事人员有5000人，每年有 8.4 万人，能达到可服役年龄。需要注意的是，塞尔维亚只有陆军、空军和防空部队，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海军。只有一支内河舰队，人数约为500人，立下配置有1艘指挥舰、1艘消磁船、1艘快速战斗艇、4艘扫雷艇、5艘登陆艇、6艘巡逻艇，以及24艘刚性充气艇等等。而陆军呢，则是约有 1.8 万人，空军和防空部队有5000多人，另外还有一支只属于总参谋部的卫队，平时用于警卫和仪仗队。至于立夏所配置的装备，包括陆军装备有323辆坦克，包括2020年的俄罗斯援助的30辆 T72B1MS 坦克，61辆 T72M、232辆 M84 坦克、96辆 BOV1 型坦克歼击车、157辆装甲运兵车、542辆 M80 型步兵战车，以及约400辆其他各类型装甲车。另外还有93辆自行火炮、190门高射炮、404门牵引式火炮、406辆多管火箭炮。防空方面有着约60套近程防空系统、20套中近程防空系统以及1套中程防空系统。整体看下来，机械化水平较高，但是装备呢都过于老旧了，不一定能应对现今的战争局面。相较于陆军，塞尔维亚的空军装备要好一些，立夏配置了14架米格29，分别是5架米格 29A、3架米格 29B、3架米格 29S， 还有3架米格 29UB。另外呢，还有12架自研的 SOKO G22 攻击机，3架运输机，51架直升机，其中呢有4架米35攻击直升机，教练机35架，无人机至少16架。不过呢，由于这些飞机大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便开始在塞尔维亚服役了，因此故障率居高不下，战力堪忧。而且在超视距、空战等性能上呢比较弱，与现今主流战机空战是不占优势，总体非常落后。综上所述啊，塞尔维亚武装部队的装备主要是以苏制和俄制装备为主，但是由于许多装备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产物，性能方面比较落后，与北约根本没法比。最重要的是，现今的北约已经不是19个成员国了，而是31个，军事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而且就算不与北约做对比，科索沃现今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视。虽然作战人员只有约6000人，但立夏却装备着30辆豹2 A5、A6 坦克，15辆 M84A4 主战坦克，其中前者就可比塞尔维亚的 T72 强多了。此外呢，就是15辆 PUMA 美洲狮步兵战车，5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55辆 M1117 守护者装甲车为美国援助，200辆 M1114 悍马高机动装甲车，350辆奥托卡眼镜蛇轻型机动车辆等等。以上配置呢，在先进程度和性能方面甩了塞尔维亚不止一条街。至于大家疑问的塞尔维亚会不会向俄罗斯求援，首先呢，俄罗斯自己还深陷在乌克兰的泥潭，根本没有余力去帮助塞尔维亚。而且就算想帮，塞尔维亚也不一定会接受。
毕竟后者近几年一直想加入欧盟，如果塞尔维亚求援俄罗斯，那加入欧盟肯定就没戏了，还会面临一系列的制裁。此外呢，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相距太远，在地图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塞尔维亚其实很孤立的。作为一个内陆国，由于周边国家都对俄罗斯关闭了领空，因此俄军的飞机根本进不去，也就说不上支援了。总结来说呢，这次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应该是不会爆发战争，毕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塞尔维亚需要考虑的有很多，那么大家认为这背后有没有俄罗斯的影子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